漏水了！祖师呀，快回家！漏水了！快来人呐！副驾！这是皇后得知皇上有意迎甄嬛回宫，故意派人在太后寝宫放火，营造甄嬛不祥的场景。那么问题来了，皇后为啥不趁甄嬛还在宫外时麻溜地解决她，反而要在皇上有意迎甄嬛回宫才搞小动作呢？首先，皇后她轻敌了。自从甄嬛被婉婉泪卿伤透之后，皇后认为甄嬛再也不会原谅皇上了。纵使甄嬛生下了龙月，皇上满心欢喜地去求和，甄嬛还是不愿意接受皇上。而皇后也料到了甄嬛对皇上的态度，不知这皇上会不会为了公主回心转意呢？就算是皇子天意要转还，婉嫔也不肯呢。果不其然，甄嬛不但没有与皇上重归于好，反而还铁了心要出宫修行。皇后认为，一旦甄嬛出了宫，就不足为惧了，毕竟一直以来就没有废妃再次回宫的先例。况且此时甄嬛的母家全数被流放到宁古塔，既没有废妃回宫的先例，又没有母家撑腰，任凭甄嬛有3头6臂，也不可能重新回宫了。再加上后来皇后借着到甘露寺祈福为由，看到甄嬛在甘露寺被粗活累活而折磨得很憔悴，皇后心里乐得不行了。所以当瓜六示意甘露寺的姑子折磨甄嬛时，皇后一改往日贤德的模样，直接默许了。在皇后看来，如果让甄嬛死在宫外，还不如让甄嬛在宫外受尽折磨来得痛快。要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她过得像个蝼蚁。比起死去，这些日子更能消磨她的心智。其次，梅姐姐为甄嬛求得了一份庇护，瞧着甄嬛受到安琪拉的欺负，梅姐姐作为甄嬛的好姐妹，她自然不会放任不管。于是，一从甘露寺回来，梅姐姐便涂上浓浓的药酒去给太后做马杀鸡，目的有2：一是告诉太后自己受委屈了；2则是由自身引出甄嬛在甘露寺也受委屈了。虽说太后不喜欢甄嬛，但是她中意梅姐姐呀，所以为了不让梅姐姐失望，太后隔天便派了方若姑姑去甘露寺看甄嬛。虽然方若姑姑来甘露寺便让甄嬛替太后抄佛经，但方若姑姑的到来也是在向甘露寺那些姑子传递甄嬛后面有太后罩着的信息。表面上，方若姑姑是说给那些趴墙角的姑子们听，警告他们不要动了不该动的歪心思。实际上，方若姑姑之所以每个月都来取佛经，也是为了查看甄嬛这个人还在不在。这样一来，一旦甄嬛出了事儿，太后便会立刻知道。最后，温太医和果郡王都在守护着甄嬛。虽然说温太医在宫里无权无势，人微言轻，但是温太医的医术，大伙儿都是有目共睹的。温太医为姐姐治疗10亿时颇有见效。而且臣妾听闻，江澄、江慎2人的方子原是出自温太医之手。皇上若不信，可去细细查问。凡经温太医之手治好的人，病总是会好得快些，且无呕吐无力的后遗症。可见温太医的医术不是说说而已的，因此食物中毒或者药被人动了手脚这事儿，在甄嬛身上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发生了，那也是能被温太医给解决的。毕竟当年花穗在甄嬛的药里动了手脚，温太医一根银针下去就查到了根源。而果郡王虽说他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个只会舞文弄墨的文弱书生，我满人以骑射得天下，找这么多臭墨史书有什么用啊？无非是因为你生母是汉人，所以教了你一肚子的汉人腔调。但是咱们别忘了，果郡王可是长期出差的人，不管是边关还是属地，果郡王都是游历过的。再加上后期果郡王还带兵打仗，可见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弱书生。这也是为什么当甄嬛被大野猫夜袭的时候，果郡王能快速的解决他们。有这么2个死忠粉，一个保障甄嬛的饮食安全，一个保障甄嬛的人身安全，皇后她从哪儿下手啊？除此之外，咱们再来看甄嬛被赶出甘露寺之后，梅姐姐为了给甄嬛送消息，特意借着到甘露寺超度为由去了凌云峰。来到凌云峰之后，梅姐姐说了一句，虽说此时梅姐姐是在给甄嬛撑腰，故意数落甘露寺的姑子不善待甄嬛，但是从梅姐姐的话中，咱们可以知道凌云峰极为偏僻，普通人想要来一遭都极为辛苦。加上梅姐姐打发走那些姑子与甄嬛私聊时，甄嬛很好奇梅姐姐是如何出宫的。
仅仅出宫不义这4字就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妃嫔还是宫女太监都是不能随便出宫的。这样一来，皇后又有什么办法动甄嬛呢？到这儿问题又来了，既有宫规，那温太医和果郡王又怎么能随便出宫呢？这不，温太医有太后的首肯，而果郡王本身就住在宫外，他俩能到凌云峰也就不足为奇了。综上，甄嬛既有太后的保护，又有温太医和果郡王这2个强大的保镖，最重要的还是皇后她太轻敌了。她以为甄嬛这个废妃不会再回宫了，却没想到钮祜禄甄嬛准备回来了。此时皇后才搞断香、崴脚、走水这些小把戏，不得不说已经太晚了。